公元2664年，这里是地球移民星球艾达星。幻塔驶入天际，他利用立场捕获了元能彗星马拉作为卫星，为艾达持续输送着元能。在塔上面有着一群科研人员正在忙碌着。自从第一次回溯成功后，海加德在世界各处修建了时空井，里面设有反向时间引擎。但时空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，元能辐射愈加严重，受到辐射的人类发生了变异，而人们对此无能为力。时任执行官的卡尔为了拯救这次灾难，决定执行第二次回溯。这第二次回溯也就是艾达的文明的转折点，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间，大灾变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本期带来的是艾达大灾变时期的剧情解读，喜欢的朋友给个3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公元2547年，远望号与变异体同归于尽，幸存的殖民者来到了艾达。殖民者开始仿照地球，建立了旧联邦体系。科技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进步，重建文明不再像地球一样需要演化，而是一步到位。钢铁都市一座座建了起来，以亚夏为中心，整个艾达星都被飞速建设着。人们沉浸在第二地球的喜悦中，但他们似乎忘了，既然艾达星是第二星地球，那么就可能会产生智慧生命。这些原住民又去了哪里？时光匆匆而过，时间来到了公元2653年，艾达当局发现了彗星马拉，并发现其含有丰富的能源元能，遂决定启动擎天者计划，修建幻塔，捕获马拉为艾达星的卫星。修建进度很快，公元2659年，幻塔建成，人类开始使用元能作为能源。元能在冶炼方面效果显著，冶炼的各类合金甚至比已知材料都要坚固。武器也开始利用合金铸造，并用元能辅助增强威力，这也可以称为武器革命了。这个时候海加德就已经存在了，但并不为世人所知。他们由一群顶尖的研究学者组成。此时卡尔是执行官，艾文斯是项目主管，主任是弗兰兹。手下的研究人员有亨利博士、克拉瑞尔和他的爱人卢恩。他们发现元能对时空稳定性的影响，简单的说就是时空回溯，从时间的一个节点回到另一个节点。很快第一次时空回溯成功了。卡尔执行官这时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激进的想法，既然元能可以改变时空的结构，那么就可能让人跳出原来的时间线，而出现在时间线的任何一个节点，没有因果，也没有了束缚，最终就可以达成永恒。为此需要一名志愿者来做实验，但亨利博士进行了风险评估，拒绝了卡尔的提议。结果卡尔并不死心，设法说服了亨利博士，并瞒着克拉瑞尔找到了卢恩，劝说他参加实验。实验以失败告终，卢恩消失在时间乱流中，而克拉瑞尔也因为爱人的失踪离开了海加德。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。第一次回溯时间实验成功后，海加德建立了多处时间井，里面设有反向时间引擎，这是为了第二次回溯做准备。但元能的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元能辐射，异化大面积的出现，最终事态失控了。卡尔决定执行第二次回溯来拯救危机。本来这次的回溯是不会出问题的，但海加德内部出了叛徒，在实验中有人篡改了参数，导致亚夏大陆被整体剥离了出去，而这个叛徒就是艾达之子的人。实际上不管是艾达之子还是海加德都出现得很早，他们开始一直都在暗处活动，直到大灾变后，海加德才走到了幕前，研发了异步器，成为了拯救世界的神。而二达之子也站了出来，宣称元能是一切的罪魁祸首，要消灭元能，回到没有元能的过去。目前的事件有些乱，亚夏被整体剥离了出来，但能不老不死的只有海加德的人，前者克拉瑞尔博士。夏佐和莎莉都是从小孩长大的，这说明他们并不具有不老的能力。亚夏其他地方的描述也能看出当地的人类是会衰老的。可以推测
只有身处第二次回溯现场的人获得了不老能力。那么离开海加德的克拉瑞尔为什么也会有不老能力？贤者处于艾达之子阵营，为什么也会不老？是贤者篡改了参数吗？克拉瑞尔的去而复返是为了什么？最后说一下目前的年代，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叙述都是50年前，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是2714年，而主角被夏卓所救的时间是2712年。这个时间将成为我们进入维拉的参照时间。本期就到这吧，下期我们聊一下进击的维拉。关注小峰，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